在王国与皇室存在之前，在陶器与文字存在之前，在金属工具与武器存在之前，奶酪就已经存在了。早在公元前8000年，新石器时代早期，居住在新月沃土的农民就开始了奶酪制造的传承，几乎和文明一样久远。农业的崛起使农民们开始圈养绵羊和山羊，以获取羊乳。当他们把羊乳放在高温的环境数小时后，新鲜羊乳开始发酸。这是因为羊乳里的乳酸使蛋白质凝结，变成柔软的半固体结块。当发现这个奇怪的现象后，农民们把剩余的液体倒掉，后称乳清，然后发现这些柔软可涂开的黄色结块可以新鲜食用。这些结块或称凝乳，能用来做奶酪，而奶酪经过陈化、压榨、成熟和搅拌等加工处理后，便能制成各种各样的乳制品。奶酪的发现给了新石器时代人类巨大的生存优势。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肪与矿物质，但同时也含有大量的乳糖。而乳糖不耐症是过去到现代很多人的通病。然而，奶酪不但能提供所有奶中含有的营养，且乳糖含量较低。由于奶酪可以长期储存，这些营养可以随时被食用，无论是在饥荒时期或是寒冬。在土耳其出土的前7000纪时期的陶器碎片上，仍含有奶酪和黄油的残留物。在青铜时代末期，奶酪已是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港口贸易的常见货物。在人口密集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，奶酪是人们的料理和宗教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已知最古老的文献当中，包含奶酪配额的行政记录，详细记载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不同人群和祭典的奶酪配额。附近土耳其文明的记录中也提到凝乳酶，这是某些哺乳动物胃中生产的一种酶，可用来加速和控制乳汁内蛋白质的凝结。最终，这种先进的奶酪制造技术传遍全球，推进了各种全新的、更硬的奶酪的发明。虽然一些比较保守的饮食文化拒绝了这种美味的乳制品，但更多接受了奶酪，并添加了他们本土的风味。蒙古的游牧民族用牦牛的奶晒干变硬后制成蒙古奶酪，埃及人喜欢吃山羊奶制成的白软干酪，利用芦苇制成的奶酪席来排出乳清。南亚地区的居民使用多种酸性食品来促进乳汁的凝结，其中包括柠檬汁、醋或酸奶，随后挂起来风干制成印度奶酪。这种奶酪较松软且味道较淡，因此能加到咖喱和调料当中，或者直接煎制，做成一道快速的速食料理。希腊人把砖块状的奶酪浸泡在盐水里制成菲达奶酪，和其他更坚硬的种类，类似于现今的罗马诺奶酪。这种能爆成丝的奶酪生产于西西里岛，整个地中海地区都会用到它来制作料理。在罗马的统治下，干奶酪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军需，供给约50万名守卫着罗马帝国边界的军人。而在西罗马帝国消亡时的中世纪时期，奶酪的制造技术仍然在欧洲郊区各地散布的庄园中持续的进化。在遍布欧洲的几百个本笃会修道院中，僧侣们没日没夜地研究着不同种类的乳汁、奶酪制造方法和陈化奶酪的过程，研发出了现今非常受欢迎的多种奶酪。帕尔马奶酪、罗克福奶酪、芒斯特奶酪和几种瑞士的奶酪，都是因为这些牧师的研究而得到改良和完善。在阿尔卑斯山脉，瑞士的奶酪制造尤其成功，研发了无数的牛乳奶酪。在14世纪末，瑞士格鲁耶尔地区的高山奶酪变得非常赚钱，因此邻国的军队侵占了此地，以便控制迅速发展的奶酪贸易。在文艺复兴时期，奶酪依旧十分受欢迎，而工业革命把奶酪的制造移出了修道院，进入了工厂。现在，全世界一年共生产约220亿公斤的奶酪，出口至全球并被食用。但在奶酪被发明1万年后的今日，
本地的农场依旧追随着新石器时代先祖们的脚步，手工制造人类文明中最古老也最受欢迎的食物。了解了奶酪的历史之后，你可能不禁思考：时间是否存在，不是吗？观看这段视频，深入探究一下。同时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